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中共近期推出来一系列救助房地产的政策，让中国房地产股票飙升，让海内外财经媒体兴奋。中国媒体用王炸来形容这套政策，更有经济学家声称，这些措施将标志着中国住房危机结束的开始。中共到底是什么神操作，让世界如此兴奋？最近习近平和中共官员在多个场合说起一个经济学新名词，叫比较优势。习近平难道真的理解这个名词背后的潜台词吗？面对中国全力加大出口，在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中流传一个看法，这个原先非主流的看法，近期却让中共越来越感觉恐慌。好，今天我们就这些话题和大家一起聊聊。同时我也很想知道大家在这方面的想法，如果您能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一下，那就太好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前，我想提醒一下一些长期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从不同渠道反馈说谷歌油管经常不给他们推送我的节目。我也的确发现，从去年年底以来，油管开始大量减少我这个频道节目的推送量，造成很多订阅我这个频道的朋友时常错过我的节目。在过去近4年中，我一直是坚持固定在每周六晚上美国东部纽约时间晚上10点半推出一期新节目。因此，如果您没有在那个时间段收到谷歌给你的推送，欢迎大家直接到我的频道来观看每周的新节目。回到今天的主题，5月17日周五，中共央行推出一系列挽救中国房地产的政策。过去2年死气沉沉的中国房地产领域瞬间变得异常亢奋。周五，中国房地产股票开始一轮飙升，房地产巨头融创中国的股票上涨了 26%， 而在香港上市的万科企业股票上涨了 19%。 海内外的财经类媒体对此也是非常重视。海外媒体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试图通过广泛的救市方案结束房地产危机。华尔街日报对此也是连续发布多篇报道，标题是中国终于认真对待住房救助，中国宣布迄今最大胆的房地产救市措施等等。一些有中国背景的经济学家，例如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野村投资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媒体上声称，这些新措施标志着中国住房危机结束的开始。那么中共到底出了什么救房地产？中共到底出了什么救房地产的神操作，让海内外都如此兴奋呢？我赶紧四处找资料研究了一把，结果是越研究越感觉一头雾水。中共这次出台的政策可总结成2大类。第一类政策是针对中国老百姓的。5月17日，中共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一口气发布了3份通知，从3个方面鼓励个人买房。第一，个人买房贷款时对首付款比例的要求下调5个百分点。第二，在个人购买第一套和第二套住房时，银行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具体客户的情况，自由地设定贷款利率，而不再受限于之前规定的最低利率水平。第三，是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率下调了0.25个百分点。但是最引发媒体和市场关注的还是第2类政策。这类政策是专门针对地方政府的。中共表示会推动让地方政府出面购买当地卖不出去的房屋，然后把这些房子转换成中低收入家庭的经济适用房。我们先来谈谈这第2类政策，就是让地方政府做包租婆的这个政策。这根本就不应该是什么新政策，大家可以回去看看我今年2月17日那期节目。在那期节目中，我结合《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消息，明确谈了中共解决目前中国房地产困局的方法会是购买和拥有中国30%房产，让中共政府再次成为给一般中国人提供住房的一个主要角色。而这个思路的本质其实是习近平在2023年12月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习近平在会议上表示，未来由中共政府建造和购买的低价出租或出售的住房，在中国住房存量的比例要从目前的5%左右提升到至少30%。
这个思路在中国一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在实施了，例如苏州、常州、杭州等地，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操作了。有一些地方政府就把当地开发商库存的房子低价买回来，然后做所谓的人才公寓。因此，我完全无法理解媒体和市场为什么会被这个老概念激荡得如此亢奋。但是，要实施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房地产新模式，最大的悬念还是如何解决从哪儿来钱的问题。负债累累的中国地方政府哪有钱来买这些没人要的房子呢？就这一点，中共央行在5月17日周五的确是发布了一个新消息，说打算设立一个保障性住房再贷款项目。这笔再贷款的总额是3000亿，利率很低，1.75%。中共央行会把这笔钱发放给21家中国全国性银行，然后由这些银行出面，专门给由地方政府挑选的地方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再由这些企业出面购买已经建成但是卖不出去的商品房，将其转为保障性住房。媒体还声称，中共央行可以利用杠杆，用这笔钱最终带动银行发放总额5000亿元的贷款。不管是3000亿元还是5000亿元银行贷款，这些数字虽然看起来庞大，但是和我们目前中国无法出售的房产的规模相比，它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数字。美国高盛银行5月13日周一发布了一个报告，估计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包括土地和在建项目在内的住宅库存总值大约是30万亿人民币。其中大约45%的房屋已经完工或准备预售，折合大约是13.5万亿元。5000亿元只是这个数字的1/27，刚够个零头。习近平提出中国房地产新模式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试图用这个办法来解决中国房地产领域资金进入死锁状态的这个危机。银行把钱借给开发商，开发商从政府那里买地，然后建房，但是房子现在建成了却没人买，因此大量的钱就被锁死在一大批卖不出去的房子中了。眼看着一个个开发商因此而出现资金链断裂、违约甚至进入破产的状态。如果开发商破产了，不但中共地方政府的土地卖不出去了，中共银行贷出去的钱也会打水漂了。中共也看到了，目前解决中国房地产困局的关键是解决中国房地产过剩、库存过高的这个问题。据高盛银行研究，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目前需要大约3万到4万亿的资金，才能走出目前的死锁困境，恢复正常运行。对于现在中共央行区区3000亿的投入，海外媒体和市场到底有什么可如此兴奋的呢？可能有观众会说了，在最近出台的政策中，第一类政策中有3个连环拳，那不是针对刺激个人买房者的吗？如果那些政策能把个人买房者的热情激荡起来，再加上央行这3000亿做个启动资金，中国房地产说不定就又火起来了呀。这也许正是中共和很多被中国房地产套牢的海内外投资人梦想的结果。但是有多大的可能性，如此丰满的理想会最终实现呢？5月17日周五，中共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房价在继续下跌，而商品房销售面积也在继续下跌。数据显示，2024年4月份，中国各县城市的新房和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扩大，并创下近年来新高。而2024年1到4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了20%，也就是中共自身的数据已经无法掩盖中国房地产已经进入量价齐跌的状态，中国房地产的人气已经散了。更深入分析造成这次人气散掉的原因有3个主要原因：一，中国现有住房已经严重过剩，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房产不是过去他们认为的保值的资产。2，中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已经整体进入停滞的状态。3，中国人口总量下跌，并且快速进入老龄化的状态。这些原因背后都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因素，绝对不是短期会发生变化的。因此，
中共可能是越来越难用一些小恩小惠的政策来忽悠中国人再次掏空自己的钱包，勇敢跳入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此我可以举个例子，杭州市在5月9日发布了刺激当地房地产的新政策，被称为5.9新政。中共媒体的一大任务就是为中共政策摇旗呐喊，因此当地的钱江晚报在第二天5月10日就刊登了一个跟进报道，开篇就说5.9新政发布后，杭州楼市顿时热闹非凡。但是这个报道随后的数据就开始泄露当地人民的真实想法了。杭州贝克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新政当天二手房房源比前一个月每天平均值相比增长了 91%。 显然很多人都把这个新政看作自己从房产脱身的好机会，不是跳进去买，而是赶紧把自己的房子挂出来卖。因此我是完全不理解野村投资银行的中国经济学家是依据什么而断定中共这次出台的政策将标志着中国住房危机结束的开始呢？中共媒体对中共政策的肉麻吹捧让人反感，但他们的愚蠢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海外媒体或者有着海外经济学家头衔的人，他们对中共政策的追捧往往更具欺骗性。5月17日周五，中共统计局还公布了一组其他经济数据，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不断恶化的现实。比如衡量中国消费和投资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这2项指标，4月份同比的增长都低于预期。与此同时，4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却高于预期，显示中国经济消费不足、产能过剩的不平衡问题在进一步恶化。最近一段时间，中共商品大量侵占国际市场，让发达欧美国家以及巴西、智利、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恐慌，称中国的这轮大出口的冲击为中国冲击 2.0， 由此引发中共和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对抗。从上面中共最新的经济数据来看，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进一步恶化。5月14日周二，拜登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大幅提高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被提升到 100%， 电动车锂电池的关税提升到 25%， 太阳能面板所用电池的关税也提升到 50%等等。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如此强烈大胆的行动很可能带领很多其他国家，包括印度、巴西、越南、墨西哥、欧盟等，也开始考虑对中国商品采取类似的行动，征收自己的关税。中共经济结构问题成为造成全球化经济去耦合和碎片化的另一个催化剂。此前，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都直接对中共高层，包括习近平本人，提出过中共产能过剩引发的这个世界经济危机，但是习近平和中共官员对此是非常强硬的进行反驳，坚决声称中国根本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在4月30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针对中共产能过剩的问题强硬的回答说，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表面上好像是就经济话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逻辑上的别有用心的讨论。这个论调完全忽视了西方经济学中超过200年的比较优势这个基本概念，各国都会生产和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是国际贸易的本质。同时5月6日，在习近平访问法国时，在面对中共在欧洲最友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面提出这个问题时，习近平同样引用了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来驳斥马克龙的指责。习近平说，无论从比较优势的角度，还是从全球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都不存在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不知是哪个中共国师最近给习近平教会了这个比较优势这个经济学名词，不过习近平本人这次一定也是花了一些功夫，在不用掏出小本本的情况下就能脱口而出的直接说出来。不过习近平可能没有意识到，教他这个名词的中共国师用比较优势来为目前中共出口现实辩解，其实是典型的在误用这个经济学概念。
比较优势是一个用来解释平衡贸易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也就是这个概念提出的前提是双边贸易是平衡的。在平衡贸易的前提下，国家 A 有生产纺织品和衣服的相对优势，国家 B 有生产汽车的相对优势，于是国家 B 就用自己生产的汽车来换取国家 A 生产的衣服。但是比较优势这个概念是根本无法解释在不平衡贸易情况下出现的那些现象的。例如，如果国家 B 对国家 A 的贸易顺差大到国家 A 只能用借条来换取国家 B 生产的汽车时，国家 B 为何还愿意做这个交易？这个贸易现象用比较优势这个概念就根本解释不了了。目前中共和很多国家之间贸易严重失衡的程度，就到了比较优势这个经济学理论已经解释不了的范畴了。在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贸易中，中国不但在服装、玩具等领域，而且在中低端、芯片、手机、电子设备等领域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因此，当习近平在这样的背景下说出中国有比较优势时，它的真实内涵是中国就是在制造业各方面有优势，中国就应该是全球制造中心，以后全世界的产品都由我们来生产，世界其他国家就别再折腾了，你们就发展农业、服务业之类的就行了。这个背后的内涵对世界其他国家其实是一个赤裸裸的羞辱，这就相当于向世界宣布，你们又懒又蠢，生产不了什么东西，制造业这样的技术活还得靠我们。对此，欧美国家怎么可能认可和接受呢？虽然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对着马克龙说出比较优势这个词时，是猴子学样口是心非呢，还是内心真的有这种对西方在制造方面的轻蔑情绪呢？去年美国智库成员达米安马有机会和中共高层接触，他表示中共的政策制定者真的会透露出想让中国制造独霸天下的想法。达米安马说，他们真的希望成为一个国家版的亚马逊，就如同亚马逊一样，成为一个能够提供包罗万象商品的地方。他们希望成为制造一切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把世界所有产品的完整供应链都引入中国。让世界不服气的是，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其实并不是中共下意识中认为的，是别的国家人比中国人懒和蠢造成的，而是因为中共拒绝给中国人提供正常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人为的抑制了中国的消费，压低了中国劳动力的成本，而与此同时又通过土地税收、低息贷款等各种方式对各种关键产业提供补贴，从而不公平地压低了这些企业的资本成本和其他生产成本。正是这些原因，让其他国家的企业根本没法和中共国的这些被扶植的企业进行公平竞争。华尔街日报4月28日发表了一篇标题是“为什么中国总是生产远超他们需求的大量汽车呢？”这样的文章是关于一家本应破产的中国汽车公司如何因政府支持而起死回生的。2019年，一家名为知豆的鲜为人知的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在中共削减了对它生产的微型电动车的补贴后面临破产，但是现在知豆却又满血复活了。知豆在去年年底的重生，主要原因是有国家背景的基金和数十名其他投资者紧急向知豆注入了新的资本，而且这些注资是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产能已经远超中国需求的情况下发生的。中共政府出资支持知豆公司的表面理由是想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当地的工作岗位，但是实际的效果是造成了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产能严重过剩。产能过剩的结果就是逼迫这些企业纷纷走出中国国门，用非常低的价格在国际电动车市场寻求出路，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国对世界贸易的不平衡。知豆的经历在中国并不罕见，一个智库在2022年发表的一份相关报告中，粗略估计了中共直接补助的中国制造业方面的公司，他们得出的数字是相当惊人的巨大。总之，中共一方面通过不公平的补贴政策让中国产能过剩，然后能够在全球贸易中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占领巨大的市场份额，把很多国家众多领域的企业都推到了破产的边缘。而另一方面，
中共面对国际上对它产能过剩越来越强烈的批评，却傲慢地用一个偷换概念的比较优势来强硬回应，没有给世界任何回旋余地。中共如此表现，让很多人感觉不可思议。中国有个说法，和气生财。如果中共想挣世界的钱，至少要对自己客户的意见反馈和要求和和气气的。在客户意见非常强烈的领域，至少应该有些象征性的表示。因此，中共这种反常的强硬态度，反倒让很多国际经济学家和各国官员开始怀疑中共加大自身产能、强力扩大全球出口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目前对中共强行推行大出口经济运行模式的解释有两个派系，一个派系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解释中共的动机，而另一个派系从更宏观的世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大出口政策。而后一个派系的观点似乎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越来越从非主流而进入主流。具体的说，第一个派系的主要观点是，中共目前推行的大出口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目前中国经济内需疲软、投资无力、房地产萎靡的情况下，出口是中国经济的唯一亮点。因此，中共为了维持经济的基本面，而不得不努力维持目前的大出口的政策。因为中国目前的内需非常疲软，过去能够被中国国内市场消化的产能，现在中国国内消化不了了。同时，中共政府又不愿让这些企业调整他们的生产计划，以适应需求的变化，这就会造成一些领域的产能过剩，从而不得不从出口这方面寻求出路。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了，在国内消费不是特别大的下降的情况下，从国际外贸的角度看，出口的增长就是巨大的，比如电动车、钢铁和其他行业都是这种情况。从资金角度看，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以后，中国原本被房地产吸纳的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制造业，从而造成中国在供应侧、在生产力方面不断扩张，这又进一步造成了中国的产能过剩。因此，种种原因造成的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共就只能靠出口海外来寻求出路。一些对中共鸽派的人士，例如美国财长耶伦，就是持这个派系的观点。所以前些日子他到中国和中共领导会谈时，如祥林嫂般的不停地唠叨，希望中共能够增加内需、削减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解读中共强推制造业大出口的第二个派系，他们的视角就不这么单纯了。持这个观点的通常是对中共的鹰派人士，他们认为中共是有预谋的，在用中国制造的低价产品充斥世界，以此击垮世界众多国家的核心制造业，来破坏中共的地缘政治对手未来可能依赖的制造业产业链，从而保证未来在军事制造上的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最近的乌克兰战争都清楚展现出一点，任何重大的持久战中，参战国全面的工业生产能力极为重要。在战争中，民用制造业会被快速改造为军事用途。第二次大战，美国能够在两线作战，同时在两线支援盟友，让同盟国最终取得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在当时远超对手的制造业产能。目前，俄国在乌克兰战争中取得优势，也是因为俄国远超乌克兰的制造业能力，给俄国带来的这个优势。中国非常清楚，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越大，它的竞争对手未来能够得到的份额就越小。这样一来，中共在持久战中压倒对手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中共可能会把掌握全球制造业的主导地位看成是中共取代美国及其盟友成为世界主导力量的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但是，中共也知道美国是制造业老牌国家，中国作为新加入的高产出、高科技制造业的国家，并不会导致美国全面去工业化。20年前，中国制造业形成的对美国的第一次冲击，虽然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降，但美国制造的底子还没有完全丧失，而且美国也在和友好国家大力发展友邦产业链。因此，如果中共想要彻底击垮美国和美国可能利用的友邦产业链，
中共就必须通过大量补贴中国制造业企业，让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可以低到正常国家的企业根本无法竞争的地步，从而导致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的制造业整体效率低下，甚至垮掉。持这种观点的人注意到，习近平在过去这些年反复强调，中国需要通过垄断未来几个高端产业，并实现全面自主生产，来推动中国未来独霸天下的这个思路。一些鹰派的美国国家安全圈中的官员，他们认为中共着意用补贴来驱动中国的制造业的过剩，是中共一种间接备战的标志。这个理论主要包括2个部分。首先，因为战时国家会把民用生产线转为军事生产，因此有意让如钢铁和计算机芯片等这些容易转为军事用途的民用产品产能过剩，有可能是为他们未来转为军用做的一个准备。纳萨尼尔·舍尔在《国家利益》中就详细阐述了这类想法。第二次大战时，美国经济是以工业和制造业为主的，而今天美国经济已经变成了以消费和服务为主的经济结构，这绝对不适合支撑一场重大持久的战争。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在全球制造业占据的份额已经达到了31%，而且中国对先进制造业的持续投入将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战略能力。乌克兰战争一方面让习近平了解了西方针对俄罗斯使用的各种制裁策略，给习近平启动长期保护措施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乌克兰战争也暴露了西方制造业产能羸弱的死穴，让习近平更加积极认定，通过目前制造业的大出口政策，会进一步击垮西方产业链基础。那么第二个派系对中共强推大出口政策的这个解读，给人第一印象是有种阴谋论的感觉。但是习近平和中共的种种奇怪表现，竟然让这个派系的理论越来越显得有道理了。回看过去这几年，美国政府对本国制造业实施的一系列补贴政策，同时针对中共产业的一系列打击政策，都让我感觉这第二个派系的思路在美国政界竟然有变得越来越主流的这个趋势。普京在连任后首选到北京拜访习近平，虽然从普京笑脸来哭着脸走，可以推测习近平没有给普京满意的承诺，但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前铺满红地毯迎接普京的场景，依然给全世界留下一个中俄联盟对抗世界的强烈画面感。我不得不感叹，习近平真的有辛苦一番却能两头树敌的特殊才能。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